冥王黑帝斯最有名的莫过于就是他的老婆怎么来的这件事情。冥王黑帝斯他的老婆是女神 Persephone， 那一开始他就是看到这个女神的美丽的面貌之后呢，把她直接强掳到地狱他的家，然后把她强奸了，然后从此就变成他老婆。Demeter 女神非常难过，也就是我们的谷神星，很难过，女儿被抓走，而且还被强奸了，而且还回不来身边，所以他就开始大哭，然后就哭到呢，他掌管的谷物全部都枯萎了，人间开始闹饥荒。于是宙斯就赶快来跟他的好兄弟黑帝斯打个商量，就说：“拜托啊，你让那个谷神星的女儿回到地面上吧，要不然人间都快没东西吃了。”于是呢，黑帝斯说好，但是他必须要先吃下几颗石榴果的种子，要不然我哪知道他可能会潜逃，就直接跳机走了呢？于是他让 Persephone 吃了石榴果之后，回去跟妈妈团圆。那 Demeter 看到女儿回来，当然很开心啦，然后世界又开始一片欣欣向荣。但是因为石榴果的关系，所以她又必须要有半年的时间回到冥府去陪她老公，因此我们的世界就有了春夏秋冬。春夏秋冬是这么来的、对，所以而且黑帝斯他的老婆就是春神啊，对啊，然后也是冥后，冥界之后。原来如此。我们要讲冥王黑帝斯这件事情啊，其实跟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电影其实也有关系。姐夫看电影已经是应该百毒不侵了，就是什么死人骨头的电影我都能够接受，但是真的我去看了这一部之后啊，大概约莫5分钟到10分钟之内的觉得不舒服，然后觉得想要走了。的确，它的整个电影里面的一些内容，其实跟我小时候常常偶尔会做到的梦，其实很相似。它都是一个最深层的恐怖跟欲望，或者是暴力血腥的一个集合体啦。我只能这么说。对，然后它的名字也很有趣，叫做哭悲。姐夫，老实说，这部电影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讲啊。2个角色，其实我也觉得就是，其实我在电影里面看到的东西，会比2个角色身上看到的东西多很多啦。那当然，我也觉得就是很多部分我是躲在我的手指头后面在看的啦。那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换个方式，对，因为它就是一个没有剧情，但是技术方面非常好的电影。是没错。除了剧情之外，所有的技术类奖项，如果去参加金马奖，它都有可能得奖。是，对，包括像它的特效化妆，台湾的电影史上真的是做到最好的，这跟好莱坞真的是有的比。就是你看了画面你会痛。其实老实说，导演非常厉害，其实他的第一场戏是他拖了很久，然后我们就开始想说，什么时候要开始，什么时候要开始，然后他在一个最不经意的地方给我出现，在早餐店，你知道吗？在早餐店给我把油，因为其实这个是非常酷，就是说我们在动物或人，其实我们在吃东西跟洗澡的时候，是我们最没防备的时候。对，他在这个点切入，是比那个末日之战一开始他们在车阵中就遇到这样的状况更让人觉得害怕。他有把它比喻成为说台版的失速列车啦，对，但是其实我觉得不尽然，因为失速列车讲的是丧尸电影，这部哭悲这个电影，它讲的其实他人没有死，他只是这个病毒把人的内心里最黑暗对的那种欲望啊、兽性啊，去表露出来，全程烧杀掳掠这样子。对，所以这也是就是我会觉得说，比起我们来讲这个角色他是哪个星座，我觉得整部电影它弥漫的星座特质是更让人值得去探讨或者是耐人寻味的地方。那你觉得这部电影是 ？Hello， 这个你来讲应该也会知道正确答案吧？天蝎座吗？对啊，而且大家就会想说，那白羊呢？白羊也是战神呢，那跟暴力啊、也血腥也会扯上关系。对。但是为什么我会认为是天蝎座？而且我们一开始就讲到冥王黑帝斯的这个故事，其实这也就关系到说我们在占星学里面哈，我们的冥王星是高8度的火星能量。高8度的火星。对，所以也就是说，它的能量、它的强度都是比火星更加的强大跟深层的。所以你想想看，我们的火星，我们掌管的是说，我们为了生存，我们为了我们的
我们要活下去的一些本能的欲望而去做烧杀掳掠的话，冥王星它是为了我心里的执着，然后我更要控制你，我不只要杀了你，我还要就是那无穷的让你感觉到害怕跟恐惧。其实火星的恐惧是因为我杀你，所以你还害怕，想要逃命。可是冥王星的恐惧是我不但杀你，我即便杀不到你，我也要让你心里感到害怕，让你成为是永无法脱身的一个地狱的一个象征，就是个炼狱，你知道吗？这里面的人都没有死，他其实只是被感染了之后，他就把他的兽性给表现出来，对，就会去做这些。不管是霸凌也好，或者是揍人，或者是强暴啊什么之类的，哇，真的就是讲得更明白一点，就是说火星就是我今天看你不爽，我欺负你，可是冥王星是我今天看你不爽，我不会表现出来，我会用平常的时候会用其他的手段，但是在电影里面，它靠着病毒的这一件事情，把我们心里面最深的那个欲望或最深的暴力、最深的黑暗，直接的表露出来，而且是你自己是有意识，你自己是想要这么做的。对，他把人的原欲表现得非常的赤裸，看的真的是不舒服哎。这个导演叫做贾佑庭嘛，对，贾佑庭。我想说，哇，哪一个台湾的导演能把这样的一个片子搞得那么厉害？大家会觉得很不合理的一点就是说，为什么台大医院会长这样子？那为什么我们的总统为什么不是女的？对不对？就是这样子。我告诉你，正确答案就是导演贾佑庭是老外。对啊，我觉得就是其实可能是因为是外籍导演，一切都合理，一切都合理。我觉得其实也是的确，就是他把一些心理的那个状态演得很好。然后即便说，虽然我知道姐夫你讲的，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导演的 research 可能不够，或对台湾的风土民情或政治民情是不了解的，所以做出这样子的一个让他们觉得荒谬或不能够接受的诠释方式。但其实换个角度说，这个导演他也大胆的，就是去做一些他想要表达的事情，然后是用一个我们大家都很惊吓的方式去展现。而且对，因为很多的影评人，文字的也好，影像的也好，他们都说了一些真的对于这部片子就是很靠北的一些话。对。但是对于我来讲啊，但是我觉得我可能会被骂，你知道吗？因为人的最深层的那种欲望或者是暴力，你如果去表现出来的时候，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例如说我们像郑杰这样子，他就莫名其妙就砍了那么多人，杀掉了那么多人，这是他做出来的事情，让人家害怕，对不对？导演的那个内心里面恐怕也有这样子的一些心理的想法，但是他用创作去把它创作出来，虽然也是让人家害怕，但是两者相较起来，我觉得电影稍微好多哎。而且我会觉得说，它表现的是恶这件事情，恶下面是一个心，所以它是会让人心里感到害怕，它不是只是暴力的一个行为上。你今天被一个火星能量强的人打了，你回去就只是痛跟讨厌，但是你不见得会害怕他。对。可是如果今天那个人他一直打你，一直打你，然后越来越痛，越来越可怕，然后最后让你心中产生了可怕的那个感觉的时候，那个就会变成冥王星的部分。所以这个导演他在表现这种人心的这种对于暴力的这种惊吓跟害怕感跟丑陋的这个部分，他表现得非常好。如果说你不要把它用一种说教型的电影或者去看它的话，你可以去享受这个部分啦。对，而且我可以建议大家去看一下那个导演的他的6分钟的短片，也是做得非常精彩的哈。我记得骆师傅好像在去年吧，好像有说这类型的电影可能会就直接跳出来，是不是？当然，这是一个星象能量的展现啦，就是说，因为目前我们天上火星跟天王星是合相，然后我们金星也进入宝瓶宫，宝瓶宫的金星会跟在金牛座的天火双星会形成克相。那金星它其实掌管的是我们对于美或者是喜好或偏好的一个能量的一颗行星，所以其实这段时间就是金星跟天王星还有火星刑克的时候呢，它就会展现一种比较猎奇的喜好，或者是对于一些前卫的、古怪的，或者是甚至是你会觉得不可思议的、怂够无赖的，
的那种美学品味，或者是我们在新闻上也可能看到一些这种让他觉得莫名其妙的艺人的新闻，或者是莫名其妙的言论，或者是莫名其妙的美学展现。所以说他就在这个时间就出来了，你知道吗？对。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哈，这个电影啊，我真的觉得不是一般人能够看的啦。是，对，一般人去约会尽量不要去看这种电影啦。但是我想问一下骆师傅，什么样的人适合看这样的一部电影《古碑》呢？我觉得会有兴趣看这部电影的人，第一个他好奇心要非常强，第二个他心脏要非常大，对，然后而且他就是对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有兴趣嘛，所以我觉得就是首先我跳出来的3个原则上就是射手、双子跟宝瓶一定会觉得很有趣，然后会想要去看，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如果说你是学特殊化妆的朋友，或者是说做一些就是电影的这个特效这些专业人士，我觉得会去看，因为像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每次到金马影展的时候，大家就会想要去看一些镜片，什么索多玛120天呐，或者是什么之类的这些。我从小时候看看不懂，长大一点还是看不懂，然后到可能前几年再看，我还是看不懂。我跟你讲，我没有要看的意思啊。我心脏不够强大到，就是因为我常做梦，就是梦到跟哭悲类似的，已经剧情已经太多了，我就觉得我已经不太想在就是真实的或那个醒着的时候再去接触这些东西，所以包括失速列车、恶灵古堡或哭悲这一类的电影，我尽量不看，因为我梦中就已经梦到很活生生血淋淋的这些东西，我不需要再用电影去强化我自己的。但是呢，对这个节目啊，真的对该看的还是要看的哈。是，其实今天我们真的谢谢骆师傅啦，就是说你刚刚说的啦，宝瓶座、射手座还有双子座，其实他们可能比较，因为他们好奇心，而且他们觉得说不同题材我可以来试看看。对，如果你是这3个星座的人呢，你可以去试看看啊，然后你看完之后也可以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是什么。其实老实说，这部电影就是我不能说，我只能说创作者，创作出一部电影，他真的是辛苦的，要做出这样的一部电影，能够让大家去讨论的电影，老实说不简单。对，有些电影就是出了就没了，出了就没了。他很厉害的，真的是很用心，很厉害啊！双子、射手、宝瓶座，好，不要来骂我，不要来骂我。好，那你们不想看也不要去看，好。